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5月27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每日财经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美交锋，香港金融市场，人民币是破口这个词我用的是台湾会用的比较多破口。破口通常是缺陷或者是讲漏洞就破口先讲新闻先讲新闻。港版国安法出笼那么明天会是人大闭幕的一天，那么也会审议投票这个港版国安法的议案，那么应该没有意外，应该会通过那么这个通过呢，实际上对香港这个金融中心来说是个非常大的震撼那么中美会在香港这个金融中心进行交锋，我们今天就讲这个交锋当然一件这么大的事情发生，毫无疑问那个香港这个金融市场肯定会受到巨大的冲击。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过去2天港股都是涨的为什么会涨？金融市场的消息是这么说的大陆的资金从北边冲过来的钱就是国家队进场维稳狂扫港股所以带来了2天的维稳行情。但是今天维稳行情结束所以港股是高开低走，最后跌了83点守在了23300点收市大概是港股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港元的情况就不是特别清晰因为你要知道大量的钱从南下从大陆那边南下，那么港股理论上应该是强方市场那么港元是联系汇率或者我们叫货币局制度基本上冲击是很难冲击，除非是冲击它的拆借市场拆借市场也很难狙击所以基本上货币局制度很难冲击的这是一块港股这一块也就今天港股的维稳行情结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金融风暴以来大陆 A 股开始的时候稳住甚至还涨一点也是国家队在维稳。那么国家队维稳了一段时间之后，当然它也是其实你看图形也知道它其实是慢慢的往下走。但是我觉得上周开始 A 股的维稳行情也应该结束了也结束了，国家队有点忙不过来但是真正的是什么？真正的破口在哪里？真正的破口在人民币所以人民币要守。所以我认为在 A 股市场也好，在港股市场也好，国家队的维稳都不够的了，要全部集中资源集中力量去人民币的离岸市场离岸市场出现什么情况呢？27号就今天人民币对美元这个跌幅扩大一度跌超过300点子叫点子，最低是报7.1964 7.19创这个2019年9月以来的新低9月以来的新低是什么概念呢？9月以来的新低就是中美贸易战以来的新低那么在岸人民币市场这个跌200点在7.16的上方，就是不论是在岸市场还是离岸市场，那么人民币汇率都是9月以来的新低。那么5天之内人民币贬值 0.9% 那么离岸市场21号到27号5个交易日，离岸市场跌幅是 0.94% 在岸市场是下跌600点，大概是这样那么中国的券商那边解释是什么呢？就是美元指数强势
那么虽然经历了这个美元荒，但是呢，这个美元指数都还在100左右啊，所以呢，人民币承受压力啊。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方面啊，美元强势是一个方面啊。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就不完全是美元强势的，美元强势是人民币今天下跌的其中一个原因，但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真正的原因就是在香港离岸市场，人民币离岸市场在香港其实是中美贸易战以来啊，中美之间最激烈的对抗就是现在。那么焦点在哪里？焦点在香港啊，焦点在香港，也就是香港金融市场毫无疑问会受到一次巨大的冲击。像国家队在内维稳一下港股啊，港元就不说啊，港元其实一直有人在那守着呢啊，守着呢，准备下手的啊。但是呢，动不了的是港元，港元是有很强的刚性啊，就是它是个连续汇率，它有很强的刚性，弹性很小。他们要么呢继续往前走，走到一性走不下去的时候会怎么样？邦掉下来，就是崩溃啊。所以它就是要么成，要么不成啊，大概是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人民币就成为整个香港金融市场，人民币离岸市场就成为一个破口啊。那么当然，港元和人民币的关联度非常的高啊，非常的高。那么居港元的效果不好，那就怎么办？那就居人民币吧。所以人民币是这个市场当中的暴风眼。人民币贬值有没有需求？有没有市场条件？有啊，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经济疲弱，中国经济非常的疲弱啊。第二，出口不振。第三，外汇紧缺啊，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说，人民币有贬值的市场需要啊，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啊，27号人民币跌一下，这只是开始啊，也就是说在整个的中美对战香港市场的过程当中，人民币将扮演一个暴风眼的角色。所以呢，现在呢，在香港市场，国家队应该到了香港市场啊，香港市场人民币离岸市场，然后这个人民币的空头啊，现在也是聚集在香港市场。这个今天是第一仗，这个仗应该开始打的了啊，人民币的保卫战应该就开打，所以在这一块大家要密切留意啊，留意这个人民币最近的走势啊，这人民币的保卫战应该现在开始打响了。我估计应该是这样，就是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应该是继续往下走的啊，这是大势所趋，改变不了。为什么讲一个数据啊，讲一个什么数据？讲一个中国经济的情况。这个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这个名字读起来很奇怪哈，读另外一个名字大家就知道 ，SWIFT SWIFT， 每个银行都有一个 SWIFT code，SWIFT code 就是每家银行的门牌号啊 ，SWIFT code 很重要，每家银行就是用这个来汇钱，所有的钱都要经过一下 SWIFT 才会到。你比如说，你从 A 银行把钱汇到 B 银行，那么这个钱就会先到 SWIFT 这里过一下，然后到这里来。所以 SWIFT 是能够知道全世界各种货币的流通的情况，它是掌握最丰富、最准确、最完整的数据 SWIFT。所以 SWIFT 是很厉害的一个机构啊。他说什么呢？他说4月份，他公布4月份的数据，4月份全球货币支付的金额比上个月减少了 16.56%，
比3月份，4月份比3月份，为什么？疫情啊，疫情的影响啊，所以4月份比3月份减少了16.56%，其中人民币4月份比3月份减少了25%，吓死你吧，吓死你吧！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所有的4月份的数据，讲的都是什么？讲的都是中国经济在稳步的恢复，它甚至刚刚公布一个什么数字呢？刚刚公布的非常可笑，对不起，说工业企业的利润啊，已经已经减少到了下跌只有1%位数了，少于10%。但是你看，中国人民币的支付金额环比减少了25%，全球支付货币的排名已经跌到了全球第6啊，只占全球货币支付的1.66%，说明中国经济非常的疲弱，而且4月份比3月份还要差，4月份比3月份还要差。你想一下，国家统计局正好是反着的，国家统计局是跌到3月份，然后4月份开始恢复。但是如果经济恢复的话，理论上你的货币支付的金额应该是上升的，因为你经济活动增加了，这个流通会加快。你没有理由经济在恢复，然后你人民币的支付金额在下跌，而且不是跌一点，10个点8个点就算了，一跌了多少？1/4，4块钱少了1块钱，什么概念？中国经济在出现一个非常断崖式的下跌，4月份出现了一个断崖式的下跌，这不是一般的情况，这是非常严峻的形势。所以这个数据其实是非常有杀伤力的数据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杀伤力的数据，你想一下。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修正一下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判断啊。中国经济现在4月份处于一个非常严峻的形势啊。好，我们再说一下，那么我们还要讲中美的对峙啊，中美的在香港的这个对峙。中共在美国唯一的支持者是谁？我说过很多次，华尔街，摩根大通发表了一个报告啊，用实际行动来支持中共啊。这个报告假设美国撤销这个香港独立关税区的特殊地位，他这个报告说对香港经济影响有限啊。为什么？理由是什么？理由是因为美国出口向美国出口就是香港出口美国占美国 GDP 只有 1.2%， 然后呢，他说只会带来对香港资本市场和金融行业带来一个不明朗的局势。这很扯啊，这非常扯。为什么？香港的出口啊，香港已经不出口了，香港已经没有制造业了，所以香港对美国出口当然对香港没有影响了。香港是制造业在香港已经是个零头了，当然不是一个这样的影响。但是呢，他评估了什么呢？摩根大通呢又从就做了3个极端的这个场景评估啊。一个场景评估是什么？一个场景评估就是美国禁止中国的银行系统利用美元作为结算和交收啊，这是一个极端的场景。第二个场景就是中国在美国的资产面临风险，比如说外汇储备啊，中国的外汇储备有 35% 在美国啊，那么这是一个风险。另外还有一个风险就是中国企业在美国的资产面临风险啊，包括六大。但是呢，他说这个影响不大，因为六大就是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这个建设银行加上交行跟招行，
这六大，那么占它整个的资产的 0.7%，它这些银行在美国的资产，所以影响不大啊，影响不大。这个报告真的水平很差，这个摩根大通也是个100年老店，在这个业内有非常崇高的地位，但是出个这么烂的报告是什么？这是个政治报告啊。第一个，如果美国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的优惠地位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不保啊，金融中心的地位不保，那么意味着所有的金融机构它会把资金撤走。怎么会影响？你拿贸易来说，香港的贸易不在香港发生，相反是前店后厂都是直接从中国大陆，那些港商厂子都在大陆或者厂子在东南亚，他不会从香港出口的，他直接从东南亚或者从中国出口了，但是算在那些地方的，所以怎么会做一个这样的报告啊？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有一个问题，其实呢，我们昨天没有说，我就不想展开的太多。其实昨天有一个民主党跟这个共和党，两个参议员提出来的香港自治法的这个法案，其实它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加强版。他们提出一个新的法案，这个法案是制裁，就是如果中国通过了这个港版国安法的话，它就扩大它的制裁范围。其中扩大什么范围呢？就是它要把制裁和金融系统捆绑。这一捆绑的话呢，其实美国手上有很多的制裁工具啊，这个制裁工具是非常广泛，只要跟金融一捆绑，那基本上美国没有对手，在金融市场这个领域没有对手。香港是个金融中心啊，你想一下，美国手上的筹码那多了去了。我刚才讲了一个 SWIFT 是一个很重要的筹码，为什么？虽然 SWIFT 的总部是在哪？在瑞士啊，但是 SWIFT 就是全称叫这个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这个协会总部是在瑞士，但是其实是被美国控制的啊，美国控制的这个协会啊，这个协会 SWIFT 是一个美国手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武器，所有的金融机构都要用它进行资金的交收和结算啊。那么这个东西呢，曾经制裁过谁呢？制裁过2个国家，这2个国家苦不堪言，一个就是伊朗，一个就是俄罗斯啊。这2个国家被制裁不得使用 SWIFT 之后啊，当然这个背后是什么？就是不让你使用美元的交易系统，就是不允许你使用美国结算进行交易结算。那当然背后就是不能使用这个 SWIFT， 不能使用 SWIFT 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你可能就得易货贸易，你不能够进行货币交易，这个结果就是这样的结果。所以你看，当初有人提出来说，你看看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西方国家无所作为啊！你看西方国家不就容忍他了吗？你看西方国家多么虚伪。但是你们要知道，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就是让他不得使用美元结算，不得使用 SWIFT。结果俄罗斯的整个银行系统，包括它的货币，俄罗斯的货币我印象中是贬值了 50% 啊，它的 GDP 已经低于整广东省，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俄罗斯为了占领克里米亚，吞并克里米亚，其实他付出了比他想象要大得多的一个这样的代价。那么美国手上握着这种级别的武器，那你想一下，
民主党的参议员叫何伦和这个图米啊，他们就准备推出的这个香港自治法，就是要制裁，就是一个是制裁高官，一个是制裁这个机构，中国的机构，中国的高官，当然包括香港的了。然后他说还要这个自治法呢，还要和金融捆绑，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中一个选项就是不得制裁中国的金融机构啊，制裁中国的金融不得使用美元结算系统，也就是 SWIFT， 禁止使用 SWIFT 的这个系统。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他制裁的任何一家银行，我认为他会很快破产。只要他制裁的这家银行不得使用 SWIFT 的话，这家银行很快会破产。所以他们这个加强版制裁目标就是中国的主要银行啊。那你想一下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大杀器啊。所以大家其实觉得，很多人会觉得美国在香港的这个动作上面，他非得开个航空母舰来的叫出手，不是的啊。其实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它是非常需要美国的支持的，因为在金融这个领域，美国绝对是控盘啊，美国在全球的金融市场都是控盘。所以当初我印象中，在中美贸易战的过程当中，大陆非常小心的不碰金融这一块的原因，就是碰到金融这一块，那局势就不受控制的了，后果非常的严重。所以我经常讲，川普手里尽是王炸，川普手里的牌尽是王炸，真的是，如果他真的出这些招数的话，我觉得你说他不说别的吧，他找一个宇宙最大的银行，工商银行来制裁他一下，不让他使用 SWIFT， 宇宙最大银行又怎么样？一样让你破产，你信不信？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总结一下现在的局势啊。第一个，川普政府这一次在这个港版国安法的问题上，第一个，美国是肯定要介入的了，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美国的手段基本上是有两大手段。第一个手段就是外科手术式的制裁高官、制裁机构，当然制裁机构跟高官无非是冻结资产，不给你 visa， 大概是这两个方面啊。制裁机构也大概是这个冻结资产，然后就是这是一块啊，这是一块外科手术式的，还有一个就是重磅性的，就直接干掉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就是终止。川普直接签署行政命令，终止这个香港政策法的实施，取消香港所有的跟这个独立关税区有关的所有的优惠，全部取消啊！这是第二个，这是大杀器。还有一个中间的有针对性的，终止一些中资的金融机构的 SWIFT 的使用权，就是可能是先找一家。告诉你点一个，让你又痛，但是又不是全局性的，先点一个，选一家你比较喜欢的银行吧，来点一个，先制裁他，找一个理由，找一个他所行为的理由，先制裁一下，给大家看一下，那看看他怎么死给大家看，死完之后再不听是吧？再来5家吧，不多吧？直接把六大给放进去会怎么样？大家想一下会是什么后果？这是一个局势啊，就是在这个
在香港作为一个全球金融中心一个这样的地位之下，美国在这个战场上要跟中国打，那这个没有，这个基本上这是一场，这我们讲实力悬殊都不能够形容，基本上就是摁着地上摩擦的一个这样的局面啊，这个局面是没有什么好形容的，就是你看见两个人打架，一个人呢就把另外一个人摁在地上摩擦，完全没有反抗的力量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其他的选项，所以这就是大体上我们可以看到，与此同时，香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它的金融市场将会被暴风雨席卷啊，所以现在是什么？现在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香港人做对了两件事啊，第一件事情，持续不断的抗争啊，美国人出手，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香港人的持续不断的抗争引发的全球关注啊，这件事情我认为香港人做得非常漂亮，这是第一件事情，香港人做对的啊。第二件事情，香港人在抗争的过程中守住了所有的底线啊，就他们的行为符合普世的价值观啊，所以他们做对了这两件事情，这两天助自助者，他才会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也是美国出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啊，这是第一。第二，美国在这个时候出手，毫无疑问是决定性的啊，而且是没有翻盘的可能。中国在这个时候推出这个港版的国安法，从战略上角度来说，从战术上角度、策略上的角度来说，这两个角度都是非常不明智，而且非常愚蠢。这叫什么呢？这叫损人不利己。在损人不利己的前提下发生了一个这样的行为。很多人在讨论分析，为什么他要找个这个原因？跟什么有关系？跟这个什么？跟这个选举立法会选举有关系？跟那个什么有关系？其实昨天那个记者问我，其实我看了很多这种分析都不着调，只有一个原因，为什么他这个时候退出？其实韩正说了一半啊，韩正只说了一半，就是去年的四中全会已经定了要干这件事情。四中全会定的原因是什么？送中条例的撤回。送中条例的撤回是中共在香港的一次挫败。那么挫败之后，他就来一个更狠的，其实就是一件这么简单的事情，跟其他的事情都没有1毛钱的关系。这叫什么？当时就定下了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当时有没有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当然没有，怎么会？你看去年的四中全会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整个的局势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你想想，他四中全会就定了的事情，现在来干，中间没有做调整，他就是来干，他就那个时候想干的事情，现在就干了，意味着什么？你想一下，送中条例的时候，美国没有出手，美国跟中国谈贸易谈判的，所以美国不出手。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觉得，反正美国不会出手，我就搞吧。但是现在的形势不一样了，你想一下，这会儿跟那会儿形势差多少？中间隔的一个什么？中间隔的一个汪洋大海啊！什么汪洋大海？疫情已经发生的到了这个地步了，疫情已经让中间隔着一个10万人，10万美国死了10万人，中间隔着美国死了10万人。你想想，中间死了10万人意味着什么？美国人想干嘛？
美国人要搞你啊，你觉他那个时候已经做的决定，现在去实施，他不会因为这个而改变，这叫什么？我的总结就是，这就叫集权的任性。集权都任性，他没有理性分析，他这个决策就是一个，他不听话是吧？好，我们来个更狠的，就直接不要一国两制了，直接就一国一制，这就叫集团的任性，集权的任性。集权可以这样任性，对，只有集权可以这样任性，除了集权以外，其他人不可以这样任性。为什么？行不通啊！所以大家都不用分析为什么在这一刻会出来港版国安法，没有别的理由，只有一个理由，就是集权任性。所以这个我们一次性就讲完，我们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了，没什么好讨论的，就是那个时候一看不听话，取消一国两制，上国安法，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就讲完，就我们以后再也不讨论这个问题，好不好？好，大体上就是一个这样的形式就是目前的形势就是一个这样的形式。那么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会不会看到人大不通过呢？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一定会通过。为什么？还是集权的任性他一定要打到最后打不动了为止。所以我是觉得，后面要发生的事情，就已经这个剧本，理论上我认为这个剧本，这个星期白宫已经完成了完成了这个剧本。那么我相信未来的发展就会按照这个剧本往下走这就是我们即将看到的一个场景像场景，好吧？那我们就基本上就这样基本上这样。好，我们今天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特别要请大家点赞因为点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反抗手段今天我又看了一下，我们前一个视频被裁了600多了600多，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点赞，这下面就有点赞的按钮，所有人来点我的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现在快临近20万的订阅临近20万的订阅呢，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时候呢，这个平台 YouTube 平台呢就会采取一个洗粉动作这个洗粉动作它不一定是有恶意，因为一个频道它有很大量的订阅，它会沉淀很多僵尸粉僵尸粉它就是订阅以后它就不看了的所以它就会一些它就会洗。那么我就提醒大家，我们很多网友已经碰到这种情况，那去提醒大家检查一下这个王建这个频道还在不在，不在再订阅一下我们有的网友说他每天都要订阅一次这经常老取消取消，那大家再订阅一次，所以希望大家每天检查一下王建的频道还在不在，这第一个。第二个，小铃铛还在不在，就检查这两个，好吧？好，请大家帮我点赞下面我们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3个观点、情况、问题。好，谢谢，我们明谢一下。Daniel 梁，谢谢，香港加油。沈奕晨，谢谢。最近见的最多的人，一个是家人，另一位是王老师谢谢。支持王老师，牵挂香港，愿天佑香港，谢谢。Tim 王，谢谢。猫猫，谢谢。这2天眼泪好多，支持香港，支持王先生，谢谢。我们要保持希望，保持信心，我们要怀着希望，满怀信心的支持我们香港的同胞陈卫国，谢谢。周雨婷，谢谢。
郭潘石，谢谢。我今天出旺角，爭啲俾黑警拉，好彩走得快。现在这些警察疯了，所以香港的同胞要注意安全啊，真的是要注意安全。漫画拼图，谢谢王舍好，我在台湾工会当理事，成功帮助一有身份证，二加入工会劳保的香港朋友申请到3个月3万补助金，谢谢你，感谢啊，感谢。常见，谢谢，愿荣光归于香港，每天都要支持香港，谢谢。贝拉瑞，谢谢。John Snow， 谢谢。王先生辛苦了，请王先生吃今年刚上市的灵山荔枝，荔枝已经上市吗？现在才几月份？6月份没到哎，已经上了，好早啊。张小鱼，谢谢。王老师讲财经简直专业到极致，听得浑身起鸡皮疙瘩，谢谢你。Hong Pang， 谢谢。Patrick 长，谢谢。李世宏，谢谢。梅鹏，谢谢。王先生坐标巴塞罗那，请你和美西吃火腿啊，火腿啊，世界上最贵的肉啊！支持香港同胞，天佑香港，谢谢。观点：香港人好伟大，今天好多人上街被捕，包括很多中学生。此时旺角还很热闹。今天看了至少10个不同国家英文媒体，英文新闻媒体，香港人的努力没白费，都扎实的成为重点新闻，非常对。观点：为什么大陆人会支持港版国安法？很多人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是因为他们都想凭什么我们没有自由，而香港人有自由？是有这样的心态啊。要被迫害，大家一起被迫害，而同时不少朋友说，如果我是香港人，我也会上街，但我不是，我就支持国安法，这什么鬼？问题：在香港金融市场具备做空人民币的条件吗？当然，香港离岸市场当然可以做空人民币，一定可以做空人民币啊，货币市场一定是可以做空的。情况：台湾时代力量民调近60%赞成给予香港人庇护。蔡总统已经下令成立专案小组研议，是的，这个应该没有，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了啊。王先生你好，从1月30号开始关注老师的节目，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静下来看直播了。因为今天在医院陪夜，老爸的一个简单阑尾手术在东方医院居然由于手术失误导致了肠道破裂，真是有苦往肚里咽，希望能得到王生的祝福，祝愿老豆早日健康出院，祝愿王先生的节目越来越好。好的，我希望你的父亲尽早康复回家啊，非常的有诚意的祝福你啊。提问：请问王先生，之前美国拿到五毒所的证据，为什么现在这个新闻没有后续了？是美国放弃公布还是留着后手？我觉得现在关注点不在这里，所以他先握着手里吧，我觉得是这样啊。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后续的追责行动到底怎么走，他们还需要整合一下意见，我认为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在热不会去打一个横炮的。作为一个我叫如果是讲这个信息战的话，这个时候一定不会放出来啊。提问：如果中国变成民主国家了，朝鲜和俄罗斯的问题会不会也迎刃而解？而推翻中共之后会有民主吗？觉得中国人就都是想当皇帝的？两个问题，我先不回答你的这个假设性的问题，但是我愿意回答你的场景分析啊。场景分析是什么？这个场景分析就是中共倒台以后会不会有民主？中共倒台不一定会导致民主啊，
但是如果你要实行民主，必须让中共倒台，这是一个这种关系，这是必要条件，但是不是充分条件。民主它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它是一代人、两代人奋斗的结果。中国人要得到一个民主这样的制度，他需要真的付出非常大的代价和努力才行。民主绝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制度啊！提问：如果最终发生对中国金融行业的制裁，是针对国家层面还是针对普通中国人？是否会影响兑换外币、继续供孩子海外留学、投资美国股市？请教：当前美国制裁伊朗金融机构，伊朗人的生活有影响吗？有哪些影响？先说伊朗，伊朗当然是没办法进行外贸了，就是进行这个结算，因为国际贸易它是美元结算，它不能用美元结算，它很难进行这些金融活动啊。那么它的贸易通常是易货贸易啊，就是我送一船油去拉一船煤回来，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动作啊。但是这会让整个的交易非常的没有效率，那么整个经济就一落千丈，对普通老百姓那生活就是原来收入是3000块，现在变成800，大概就这样的影响啊。这是那么如果针对中国的制裁是什么层面的制裁，我不清楚啊，我没有看看那个剧本，但是肯定是从金融机构开始，一定是从金融机构开始。我不觉得美国会这么快就进行国家层面的金融战，应该不会啊，他应该会从机构开始，一步一步的让你知道，我会让你得到什么结果。这其实是一个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办法啊。提问：特权阶层，比如红恩戴，永远是特权阶层，而普罗大众，就算马云之类，也永远不能跻身特权阶层，不听话，分分钟被弄破产，这难道不是阶层固化吗？阶层固化难道等同于职业固化？请王老师解答一下啊。这个问题我上次讲过一嘴啊，这位网友还记得。中国远远没有到阶层固化的一个这样的状态啊。你刚才讲特权阶层，比如说红恩戴，红恩戴当然永远是红恩戴，这是固化的。这叫什么固化？这不是阶层固化，这是利益固化，就是利益团体的固化。除了他那个阶层以外，因为那个是跟什么有关系哈？跟他的身份有关系啊。除了这个以外，因为你不能够加入的，因为你不是他，你就加入不了啊。所以中共的那个我们叫党天下这件事情，而且党天下就集中在那一小圈人的党里面，下面的那些党员都不是啥啊，都最重要的是集中在中共的那个红一代之后的这个集团，那个集团是固化的，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由此以下，这个阶层是没有固化的，它是剧烈的波动的啊，往上跑，今天一下子上去了，明天又掉下来，然后地理上的移动，为地理上的就是人口，就是这个人口的地理上的移动，阶层上的不断的移动啊。今天公司一上市啊，我有1000亿的身家，明天又破产，比如说像瑞幸咖啡啊，瑞幸咖啡的老板一下子变成穷光蛋啊，当然他也不可能穷光蛋到我这样啊，但是他就不是那个社会阶层的人了，就掉下来了。所以中国在剧烈的发生这种事情，所以中国没有发生阶层固化。你讲的阶层固化是什么？我举个例子，你去日本，你去看一下，那就是阶层固化。一家店已经开了100年，好几代人都在这个店里面工作生活，这就是阶层固化，就是很多他的身份，他这个很稳定的生活在某个社会阶层当中，这就是社会固化，不是职业固化啊。提问：王老师，通过这个法案，是不是中共可以直接夺取香港的2、3千万亿
2、3千万亿美元外汇。网友答：如果敢直接夺取香港的钱，那么所有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都会脱离，因为根本没有政治稳定性了。资本对政治稳定性的最敏感。我们老是把我们经常有网友把会假设一种小孩过家家式的这种假设。我们希望从现在开始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提这种小孩过家家式的问题，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政治现实是不存在这种可能性的，好吗？观点：目前香港是中国在亚洲筹集美元的能力中心，筹集美元的能力的中心。中国迫切需要美元，因此需要香港继续成为美国和英国非关税最惠国贸易商。本来去年的反送中就已经使香港这种作用岌岌可危，这种港版国安法的推出将会是致命的一推。但我的观点是先出问题的港元，因为港元的自由兑换的市场机制，是自由兑换的市场机制，而目前人民币本身的封闭性还不会在可见的短期内出现崩溃，离岸市场只能算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尝试。好问题，这很专业。第一，港元会不会被狙击？当然会狙击。任何一个堡垒，它都有缺陷啊，都有漏洞啊。那么港元是一个什么样的堡垒呢？港元是一个蛮厚的堡垒，它是一个墙壁非常厚的堡垒。为什么？因为港元的发行是100%的美元准备啊，就是说每1块钱港元后面都有一等值的美元，所以香港金融管理局是有超过了等值港元发钞数量的美元储备放在这里的，所以它的非常的厚啊。但是它也不完全是不可狙击的，它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说，这种连续汇率，出问题的情况只有一个情况，就是实际上大家对港元已经失去信心了，不愿意持有港元，所有的人，因为虽然你发钞的数量是有等值或者超过它数量的这个外汇储备放在那里守着。但是货币是有这个叫什么？货币乘数会让货币效应扩大的这种扩大的货币乘数呢，和金融市场的杠杆呢，会让它出现超出它外汇储备的卖盘，理解吗？所以它有可能出现，它要么呢就能守住，要么就会崩溃，它没有弹性。什么叫弹性呢？就是说一种货币当我守不住的时候，我就退往下退。比如说我1比7，我就退到1比8，哎，1比8大家都能接受，哎，我就可以了。但是港元不是，港元它就是在7.75到7.8之间波动。它就是刚性的，在这个中间的活动，一出去就崩溃，就是一个这样的结果。所以港元你说会最先出问题，我不同意啊，因为它有这么多的钱在那守的啊。但是如果全世界都觉得它该守不住了，都去狙击你的时候，那港元就会崩溃，这个没有疑问啊。所以没那么快崩溃，我认为它的防守厚度足够厚。但是呢，如果真的香港的这个地位不存在了，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存在了，那港元就没有理由1比7.75到7.78，它就没有守在这个汇率水平上的条件，它没有这个条件，全世界都会做空它，那它就会崩溃啊。但是现在还不存在这个条件，所以我不认为港元是先出问题。好，说人民币，人民币虽然是个离岸市场啊，它这个池子有多大？它池子也就是7、8千亿，
但是它的交易量很大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就是一个破口啊，它就是一个破口，就是一个人民币在市场上的一个洞。这个洞会不会让人民币整个的崩溃？当然不会，它只是个离岸市场，它不是在岸市场。在岸市场谁都狙击不了，因为它外汇管制，而且这个市场也就是银行间的外汇市场，人民银行在里头，谁也做不了。但是离岸市场对在岸市场，就是对中国国内的这个是有影响的，他们之间是有互动的。如果银行间的外汇市场的人民币不受它影响的话，这会出现什么？这会出现套利。如果他们之间有巨大的这个价差，那么就有人就会进行套利啊，进行套利。套利的结果是什么？套利的结果就是价格还最终回到了差不多的水平。所以不要以为这个离岸市场是没有效果的，是会有效果的，而且效果非常大。人民银行虽然说我搞个离岸市场，做国际化的一个尝试，但是他就卖了一个破绽在这里。不要小看这个破绽，这个破绽可以做大文章的，叫什么？阿克利斯之种。那就是阿克利斯之种啊。观点：美国最大的王炸就是和英国一起宣布中英联合声明废除支持香港独立，港人搞公投。那还有很多王炸。如果我们做这种假设的话，那没有底线的假设，那就多了去了啊，多了去了。所以实际上在香港问题上，中国能打的牌真的不多，除了警察以外啊，我觉得中国手里特区政府手里只有一个牌，就是警察，现在只剩下警察了，所以它是一个警察的政府啊，它就是一个警察的政府，没有警察，香港特区政府已经崩盘了。现在香港特区政府唯一的支撑是什么？就是警察。他们要是没有警察，他就崩盘了。提问：禁用 SWIFT 后，通过工商银行往香港汇美元是不是不可以了？那当然不可以。如果工商银行不能使用 SWIFT， 它不能够向香港汇美元，它向任何一个银行都汇不了，因为所有的银行我都讲了 ，SWIFT code 是一家银行的门牌号啊，门牌号。那么你接收钱跟汇钱，你都要用这个门牌号。你没有这个门牌号，就没办法汇钱，也没办法收钱。你怎么可能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观点：现在香港是前线，台湾是二线战场。第一，看看川普能否在周末前拿出强有力的措施支持香港。第二，看看华尔街是不是能够通过股市威胁 Trump。第三，看看 CCP 如何解决美国的决心了，如何理解美国的决心了。对于我们草民，就两件事：第一，支持港人、台湾和向往自由、民主、法治的人民；第二，马上把港币、人民币兑成美金，非常对。观点：其实大陆人民应该支持香港人民，一旦香港实现了自由民主，就是专制机器身上开了一个突破口，自由民主的理念会更加深入人心，让共产专制的合法性更加丧失，中国自由民主之日必不会远。好，观点：大陆人纯粹是无脑支持政府，国安法是什么内容他们都不知道，他们也不懂香港的情况，他们对民主自由没有太多的概念，真正懂得有正义感的大陆人通常都会保持沉默，发声会被当作不合群，或者抓起来判为颠覆国家罪。观点：大部分大陆百姓不了解香港人、台湾人等别国人，就是跟着内陆新闻媒体风向而已，感觉很统一。了解这个世界人文的人就会自己判断，
行为也会不一啊。是这样啊，我们有两个基本的现实，我们必须了解。第一个，中共的两个主要的统治工具，第一个就是枪或者是暴力，这是第一个统治工具。第二个统治工具就是宣传机器啊，宣传机器负责洗脑，暴力负责打人打服啊。昨天我在推特上面看见有人叫打服啊，打到你服为止，不服也继续打，大概就是这两样东西。一个东西就是洗你的脑，不断的洗，从小开始洗到白发苍苍，洗到死为止，从出生开始洗到死，就洗你的脑。很少人能够抵抗这种洗脑的行为。这是中共维持他政权的两个主要的支柱。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要理解，就是生活在大陆一个这样的环境下，能够真正的明白这个世界上真正发生的事情的人真的不多，很少。所以他们当然我可以毫无疑问的讲，他们是受害者啊，这些受害者也会成为加害者啊，就说任何一次雪崩，没有一个雪花是无辜的，这个道理也是对。但是总的来说啊，大陆的这些民众主要的属性还是受害者啊，这个我们必须公平的讲啊。虽然这些受害者有很多的行为我们无法接受，但是他主要的属性还是受害者。所以请大家理解啊，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在有限的条件下提供一些选项给他们就可以了啊。我们也要尊重他们自己的处境啊。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父母他被洗脑洗了一辈子，你要他一夜之间改变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不是那么简单的。当然你可以提供一些选项，如果有缘他会改变，他没有改变，没有办法改变，你也必须接受他。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你父母，或者他是你爱的人。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啊，面对现实，不能太有太大的洁癖啊。这个问题我就讲到这里，好吧？观点：事情不是会成功才要做，而是要认真做才会成功啊，非常对。个人理想的实现，中国民主的实现，要靠每个人每一个选择做正确的事。这话虽然是鸡汤，但不这样做还能怎么样呢？请大家继续为港发声，继续为自己的梦想努力，非常对，这个话说的非常有道理。提问：人民币贬值是不是有利于中国的出口？是的。任何货币的贬值都对它这个国家的出口是有帮助的，但前提只有一个，就是你的出口的市场它有需求。这个时候人民币贬值对它的出口帮助不大。为什么？西方国家现在还在受疫情的冲击啊，整个市场需求还非常的疲弱，你这个时候去贬值对出口的帮助并不大啊。而且幅度你贬值，你贬个3个点5个点，老实讲意义不大啊，意义不大。那你要贬一定的幅度才对你的出口有帮助啊。提问：把手上的人民币闲置资金全部换成美金吗？我没有意见，我不能给你意见啊。但是你看我们的节目的话，你应该很清楚该怎么做。观点：中国要民主，必先要法治，没有法治谈不上民主，更没有自由和人权。而大陆法系的发展又很僵化和局限，海洋法系又需要时间和案例的积累。中国的民主道路还很长，法治至少是第一步，独裁是没有任何出路的。错，你的看法是不对的啊。中国有没有法治？中国有啊，中国有宪法啊，中国有现在还在制定民法典啊，中国有很庞大的法律体系，
但是中国有一样，在政治上，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就是说党比法大。所以中国虽然有很庞大的法律体系、司法体系，但是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那是没有用的。所以你所谓的先要民主，民主之前要有法治，这件事情是搞反了秩序啊，搞反了秩序。如果你没有民主，是独裁的话，你的法律是没有办法上到轨道上去的。你只是放那条内列火车没有在路轨上，你再完备的列车都没有用，理解吗？好，明谢 David， 请王老师吃大螃蟹，香港加油！麻烦王老师估计一下人民币中国会守到几个点，大概跌到几个点？我估计不到啊。Eagle X， 谢谢。香港事发后，我在我的小生意加了一项不成文的规矩，所有小店雇员工时，香港人、台湾人优先。最近1周已经新招3位，生意虽小，也是一份力。好，谢谢你 Eagle X。Do a little good 非常好。陈明，谢谢。Sophie 宋，谢谢。徐志强，谢谢。阿赖，谢谢。王老师，您说半个小时，我觉得几天睡不着觉，全副身家都在中银香港呢，怎么听都觉得这个银行正好是可能第一个被收拾的典范，我真的有点慌啊。SWIFT 被禁止的可能性有多大？那个加强版的决议可能通过吗？还有多长时间？我的心都乱了。应该会有时间给你。那个加强版的决议需要时间吧？现在先是参议员，然后去众议院，然后再合起来，然后还要给川普签字，这需要一点时间操作的需要时间操作。所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美国不会那么快一下子就把所有的王炸全扔出去，那怎么可能？那是不可能，那不是正直啊。政治是一步一步来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告诉大家我这么干是对的，不断的搞一下，然后告诉大家我这么干了哈，你看我是正确的，再搞一下，这才是政治。不会政治所有的王炸全扔出去，不会的。所以你想想吧，好不好啊？于子很赞同王先生说的，多理解下身边的人的处境。同理，两岸3地的华人也应该多多去了解一下对方经历过什么和现实处境。是的，我们多为对方考虑，我们就会减少矛盾，就会让所有的人相处融洽这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改善我们处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好吧？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还有一个，请大家看看订阅还在不在，帮我们把这个视频转发出去，因为我们限流的很厉害支持我们把节目做得更好谢谢大家，谢谢。